儿子刘襄受老子一拜。谁能想到，一个把四川百姓搞得家破人亡的军阀，最后摇身一变，竟成了鼎鼎大名的爱国将军。刘襄究竟做了什么，以至于让百姓一边骂他，一边将他葬入武侯祠？今儿就带大家聊聊刘襄是如何完成身份转变的。在那个年代，有人骂他是祸害百姓的军阀，有人敬他是以身殉国的英雄。其实这两种评价都没错，毕竟在抗战前，刘襄简直就是一个敲骨吸髓的恶人。民国时期，四川军阀混战不断，最后刘襄统一四川，成为独霸一方的四川王。可统治四川后，他并没有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，反而将四川当成自己的私产，用尽各种手段压榨百姓，只为扩充兵力、积累财富，其害民行径令人发指。刘襄害民可用严苛来形容。在他统治四川期间，各种赋税多如牛毛，除了正常赋税，百姓还得交防区税、军饷税、弹药税，甚至连百姓结婚、丧葬、种地、经商都要交税。更离谱的是，他还推行预征赋税，提前征收未来几年甚至10几年的税款。百姓辛苦劳作一年，到头来不仅颗粒无收，还要欠下巨额赋税。很多百姓为了交税，不得不卖儿卖女，家破人亡。据史料记载，刘襄统治时期，四川的赋税之重堪称全国之最。1935年，四川百姓的赋税负担是其他省份的3至5倍。对此，当时还流传着一句民谣：刘襄来，税如柴；卖儿卖女交起来，刘襄去，民欢喜，不用再交苛捐税。这正是四川百姓对刘襄的控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百姓走投无路，只能逃荒要饭。除了苛捐杂税，刘襄还纵容部下欺压百姓，强取豪夺。他的部队大多招募自土匪和流民，因此纪律涣散，残暴无情。进驻各地后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不仅抢占百姓的土地和粮食，甚至有时还侮辱妇女。百姓们敢怒而不敢言，刘襄对此视而不见，因为这些部下是他统治四川的根基，只要他们忠于自己，欺压百姓无关紧要。除此之外，刘襄还是出了名的贪婪。他控制着四川的盐、糖、鸦片等重要产业，尤其是鸦片。刘襄不仅不禁止，反而鼓励百姓种植鸦片，然后由官府统一收购贩卖，并从中谋取暴利。鸦片的泛滥让四川百姓深受其害，很多人染上毒瘾，家破人亡。而刘襄却靠着鸦片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，这与水深火热中的四川百姓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他统治四川的10余年里，四川境内百姓哀嚎遍野，刘襄也因此成为敲骨吸髓的军阀。如果刘襄的一生仅仅被贴上军阀的标签，那么他只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可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37年，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华夏河山危在旦夕。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这个曾经被骂祸川殃民的军阀却迎来了蜕变。当日军侵华的消息传到四川，刘襄当即表示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他主动请缨，请求率军出川抗日，并且当众立下誓言，日军一日不退出中国，川军一日不回川。这句话成为川军出川抗日的誓言。为了支援抗战，刘襄倾尽川军全部力量，并下令在全境征兵。短短几个月就招募了30万川军将士，加上原本的川军兵力共计60余万。川军出川抗日为扩充军备，刘襄将自己的财富全部用于购买武器弹药，甚至变卖家产，只为让川军将士有足够装备，奔赴前线，奋勇杀敌。要知道，当时的川军装备极其简陋，很多士兵没有像样的武器，只能拿着大刀、长矛，穿着破旧的军装，有的甚至连鞋子都没有，光着脚奔赴前线。可即便如此，川军将士在刘襄的感召下，个个斗志昂扬。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保卫家国而战，哪怕战死沙场也无怨无悔。抗战打响后，刘襄被任命为第7战区司令长官，负责指挥川军在江浙一带抗击日军。在此期间，他即便身患重病，也要亲自赶赴前线。在他的指挥下，川军将士奋勇杀敌，在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、徐州会战的战役中打出了川军的威风。刘襄不仅指挥川军杀敌，还积极协调各方力量支援抗战。他主动与其他战区将领沟通协作，配合友军作战，
积极动员四川百姓为前线输送粮食、弹药和救治伤员。在他的号召下，四川百姓纷纷捐款捐物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然而，由于长期劳累与病痛折磨，刘湘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指挥期间胃病和肺病突然加重，最终卧床不起。可尽管如此，他依然心系前线，每天都要询问前线战况。1938年1月，刘湘在汉口病逝，年仅48岁。临终前，他仍念念不忘要打倒日本侵略者，并留下遗言：抗战到底，始终不渝。刘湘病逝后，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1级上将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川军将士得知刘湘病逝的消息后，悲痛欲绝，纷纷表示要继承他的遗志，奋勇杀敌，早日将日军赶出中国。这一刻，刘湘完成了从地方军阀到爱国将领的身份转变，也让百姓改变了对他的看法。尽管此前刘湘多有劣迹，但在家国大义面前，刘湘立场坚定，忠勇可嘉。纵观刘湘的一生，充满矛盾与反差。他既是割据一方，压榨百姓的乱世军阀，也是青史留名、散尽家财、以身殉国的爱国将领。中国人向来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，我们既不能否认他的害民行径，也不能抹去他抗战时做出的巨大贡献。